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2号星期五，要周末了。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。哎，好消息啊！今天早上起跑步，伤情没有变化，并没有像上次跑完强度课那样，后几天有点反复，还行。昨天我本来录了，但是我给剪了。但是我看评论区，不管是这儿还是Strava 都有小伙伴说某运动员趁着假期带着家人来这边来大阪旅行了，早晨在大阪城公园跑步。其实那天那位任先生就跟我说前2天他碰到了，但是我太早了，我也没跟人家联系。我今天我也去追一波星，要是能偶遇呢就能偶遇到，偶遇不到就拉倒。我估计来旅行可能也不会老在这儿。一般来关西旅行，大阪是个集散中心，会辐射周边的地方去玩。大阪市内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玩的。看夏天了，感觉这背心还行吗？我拿远点，能看清吗？刚才这一段特别吵，因为在桥下，我就给剪掉。感叹科技的进步，就是包括看现在佳明小伙伴们也说，现在的手表都已经不区分区域来划定语言了，这真的挺好的。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呢？就大家互相在良性的竞争，就是因为用户的选择多了，那就有比较，有比较呢，就促使厂商们在继续的想更快更好，对吧？这种良性竞争是好事情。所以就像我昨天说，可能我的观点是片面的，是主观的，或者肯定是主观的。但是呢，我也支持其他人和我不一样的观点。那只有互相表达，才能让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。因为大部分时候，不论是我们给厂商提的意见建议，还是自己的问题，自己都不是能第一时间发现的，都开始尝试解决了，对吧？谁能看着自己不好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不绕那一圈，从这儿进大阪城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昨天我看一视频，就讲说跑步红人吧，各种赚钱的事儿。哎，我觉得我想分享，一会儿咱们闲聊2句啊。这儿围起来的是卖植物的，花卉什么的，就买回家那种有花盆的。哎呀，一下就从春天变到了夏天。这背心还行哈，你们看，就现在的背心，尤其是就这个地方就是腋下这儿，像 Nike 的版型，对亚洲人来说，腋下这儿是稍微不那么友好的。但是现在好多国内品牌的背心都开始在这儿就是下功夫，就不那么的显得特大，会把心率带露出来。那时候带胸带的时候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！加油干！这已经是我的第3圈了，现在是早晨6点半。我估计今天追星失败了。看我们跑团的小伙伴，这位老爷爷，哎都。我看了个什么视频呢？主要这视频他说了2件事儿，但是这俩事儿我都不知道。之前我是个特别不爱，就是不是不爱吧，就是没有，没有这个交际能力的人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各种信息。第一个事儿是，
很贵的培训课，但是这个价格并没有颠覆我的认知。前2年在北京跑步的时候，有一天从朝阳公园跑回家，早晨也碰到了之前的某位大红人，算是那段时间，就叫什么超体能跑者。那时候我碰见他的时候还没有出现那个好像是多少钱30万的那个课，后来可能他就在我理解想挣一波快钱嘛，对吧？而且这事儿就跟什么似的，就跟黄金塔的故事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听没听过？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有一人在闹市搭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帐篷，然后跟人说里边是黄金塔，多少钱看一次，一次只能进来1个人。一开始大家都怕上当，然后突然有1个人觉得冒着试试的心态，说去看看吧。然后看了以后出来拍手叫好，说真新鲜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。然后紧接着就陆陆续续有人进，但是其实里头是什么呢？里头是拿那个窝头堆起来的一个小山墩黄金塔嘛。但是为什么出来人这么说呢？并不是卖家威胁他了，是因为那么多人看着他花了那么多钱进去，那不好也得说好，要不然没面子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说，其实大家心态都一样的，就包括我老说，我其实特爱说各种东西、各种品牌的好话，就是这东西我拿到了，不管是白来的还是我买的，我会站在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去看待人家，因为我的观点是，好像没有谁真的上来就想把这事儿干坏。你们看钱景先生已经也是第3趟了，好努力啊！来，左转飞豆，他可能在跑速度，对吧？最近可能又要有评测了，我也挺开心的，因为找我评测的人确实太少了，说话不太招人爱听，而且我没有什么经营的途径，比较被动。紧接着就是下一个事儿是，好像是跑步自媒体通过宣传别人能挣多少钱这事儿。所以我一看那个，要真有人给我那么多钱，我可能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，对。但是没人给我那么多钱，因为我就不是那种性格的人，不招人喜欢。这没办法。其实说到这儿，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说，因为怎么说好像都顾此失彼。我只能说，我频道里评测了这些东西，我是真的本着评测的态度做的，而且基本上是就绝大多数是不挣钱的，并且像你们看到现在我就对我跑步每天都在用的东西，无论是手表还是衣服还是相机，几乎都是送测，并不是付费宣传。所以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回去还得心理建设一下，然后给自己打打气，联系360的小伙伴们 ，Insta 360。我看他们发布会的预告，我猜可能是个360度的相机，因为前2天愚人节不是弄了一个吗？就跟去年愚人节弄那个太阳能充电的 Insta 360 Go 3似的，看看有没有可能。因为我觉得100公里这个事儿，还得是这种运动相机，拇指相机
不太行，我觉得我还没想好。Osmo Pocket 肯定是不行，太沉了，100公里呢。另外，最近可能还会有评测，我也是希望能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把评测做的再好一点。因为我的评测，我发现不管是收钱的还是不收钱的，都没有人家拍的好。但是其实每次我都跟家属写脚本，那天就拍耳机那天就亮灯的那个松拓，趁着特黑的大半城，我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景，那段我觉得拍的特好看。但是呢，就怎么说，隔行如隔山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到这儿了，好像说到的是付费宣传这个事儿。就某场马拉松本来不好，说特好，我估计是追星失败了，因为基本上要是来大阪旅行，可能住在，比方说住在那边就从这儿进来，然后住在那边就从那边进来，也就这2个大方向，很少会有人住到东边去。追星失败，追星失败，回家。而且今天把 Alpha Fly 2代脱了，穿上了特步的 10X 3.0。Alpha Fly 这2天热起来以后，容易出汗，一出汗就特别磨脚。昨天把脚给磨了，昨天才跑了15公里多，我足弓太低了，没办法。但是这双3.0的10X 差不多2000多公里了，确实是觉得有点粘地了，就没那么有劲儿了。但是因为有伤，这2天又不太想穿硬一点的鞋。不过我有一观点就是，是否穿碳板跟有没有伤关系不大。野口先生瘦了不少。还有那个苏吉桑。确实跑鞋，距离长流虽然没有，就是它其实完全没有磨损问题，但就是觉得有点粘地了。至于碳板鞋，我觉得就像所有材料一样，它并不是说有新的了，这东西是新的，它就是坏的，就跟看那个《疯狂原始人》似的，对吧？它肯定是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受不受伤跟碳不碳板，并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。行吧，这期大家能看出来我剪掉了不少，因为现在确实说话有顾忌。哎呀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但是我确实是想跟大家分享分享，昨天看完那视频我挺震惊的。这周末就是马拉松周末了，明天第4个训练日咱们回评论，顺便跟大家聊聊马拉松。周末的北京半马，下周一的第128届波士顿，激动的周末。行，咱训练后见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4月12号星期五清晨7点，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6，今天不慢。但是我最近的高驰给我的训练效果都是有氧效果是维持，无氧效果是没有。最快1公里4分20，平均心率143。哎，这边热起来了，还可以。今天是差不多上个月的今天是伤情最重的时候，已经4周过去了，所以真的是只争朝夕啊！马拉松你稍微有一点事儿，就是1个月的训练，甚至2个月的训练。我估计我还需要1个训练周期，就我的1个训练周期能够恢复过来。今天完全没有在疼，但是我会知道那儿有伤，会有一些感觉。好消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争取下个周期吧，能够再好一些。但这件衣服还可以哈，就 Nike 的衣服是这儿有点小的
不好，就是它如果大部分业余爱好者身材穿上去不瘦的话，这儿会特别低。但是瘦了的以后，你买小一点号的就会好一些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，很期待是不是能给我的100公里招到一波伤，哈哈哈哈，但愿吧。回去心理建设一下，然后看看。还有那个大疆那个穿越机发布，那挺酷的。但是特别遗憾的是，全大阪除了机场，就大阪城不让飞无人机。要不然，其实上一代那个 Air 或者 Mini 我就买了。这个再研究好吗？我也特期待有新的视角。那就这么着，周末是比赛周了，对吧？今天周五可以开始放开吃喝了。如果是波士顿马拉松的话，明天再放开吃喝。波士顿是礼拜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世界很大，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我给自己的警示就还是那句老话吧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努力一起，加油干！